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幕是1月7号晚上发生在重庆大渡口区爱生丝公司工厂里的一幕，工人跟警察打起来了，而且警察好像还占据了劣势，工人在追击，在追打，警察在逃跑。看到这一幕让人想起来不久之前发生在河南富士康厂区里工人跟警察之间对峙的场面。当时也是工人在追击，警察在逃跑这岁末年初各地都不太太平但是看到这些工人们奋勇的跟警察对峙的场面我也想起来前不久习近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重庆爱生丝公司的工人为什么会跟警察打起来呢？这话说起来稍稍有点复杂这爱生丝公司是生产什么的呢？是生产这试剂盒的。试剂盒大家都知道，就是测核酸的嘛。要说这过去3年期间中国涌现了一些新的朝阳行业。第一个朝阳行业呢，就是这个生产口罩的。你想想，过去中国人也没有戴口罩的习惯一般来说，这口罩呢都是医院里的医生护士戴，但是疫情来了之后都要求每个人戴口罩，所以口罩行业成了一个井喷式的朝阳产业。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核酸试剂的生产企业。你想想，它不要搞动态清零吗？动态清零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要把这阳性分子从人民群众中间把它揪出来，那就得用核酸来测所以这核酸测试企业一夜之间就成了井喷式的这种发展，这需求量是巨大的。这爱生丝公司呢，就是2019年12月份成立的，成立之后就赶上了这个疫情，于是他就开始全面转向生产这试剂盒。这公司一共有10个车间，每个车间有10条生产线，每个生产线每天可以生产40万个试剂盒，这产量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是一天就可以生产4000万个试剂。但是这一切在去年的12月份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动态清零制度被废止了，不管了，没有动态清零制度了，那么这个核酸检测也就没有必要了。那么所有的核酸试剂企业都面临着一个需求的断崖式的下跌。那么不需要这么多核酸了怎么办？那么其实对于企业来说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减少生产，然后遣散工人。1月7号早上6点半，这爱生丝公司的这个管理者就把这工人给召集在一起。这工人呢，爱生丝公司的工人们原本是2班倒，就早上8点到晚上8点2班，一个班12个小时，就是8点钟到8点钟。所以早上6点半其实还没有下班呢，但他们把工人就叫到了那个工厂里的小广场上，就跟工人说，从明天开始大家就放假了，不需要来上班了。这工人们一听都懵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前不久工厂里还在跟工人讲，这个春节期间都要上班，上班期间给你发双薪，那你这个一夜之间让大家放假什么意思？不就是遣散吗？大家就被解雇了吗？所以工人事先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然后工人紧接着就觉得他们被骗了。你说话不算数，那你说啥子话我们是代表公司给中介接的。就跟我们富士康是不是这么闹的？对你工资问题你必须要落实你不能说一下全撤了，也是他妈工。对吧？你现在让走的话就要退钱，不是靠我们在那一个人1万块钱。因为这个他们当时这些工人被招来的时候实际上说实在的，都是这工厂许以一个较有诱惑力的条件，他们才来打工的。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爱生丝公司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薪资结构这些工人们到这儿打工他们的收入分成2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小时费用，1小时大概是20块钱，也就是你在生产线上工作1个小时，
挣20块钱。他们是2班倒吗？每天平均工作12个小时，这12个小时中间扣除1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所以只给你算10个半小时。那10个半小时一天嘛，你就是210块钱。一个月，如果你要是干满26天，那么你大概就可以拿到5000多块钱，对不对？这是你工资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它就叫返费，也就是每周你干满5天，我给你返500块钱。那么这就是叫返费制度。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做这个富士康那期节目的时候，就了解到这个返费制度啊，也是一样的。富士康也是实行这种返费制度的，而富士康当时的返费的比例啊，比它的工资还要高。然后这个爱生司公司里除了返费以外，还有一个叫稳岗补贴。所谓稳岗补贴，就是从12月23号一直干到2月13号的话，你如果全干满了，每个月都干满了26天，也没有旷工，也没有被工厂处罚，一个人还可以领3000块钱的稳岗补贴。说句心里话，这很多工人呢，到这生产线上打工啊，其实盯着就是这个返费和稳岗补贴。因为如果要是只拿着小时费用啊，其实在这个地方工作很辛苦，一个月大概就是5000多块钱。你想每天干12个小时，但是加上了这种返费和稳岗补贴，一个月还要再加3000块钱，就可以拿到8、9千块钱。那这个数还比较可观。但是现在问题来了，这工厂里现在把工人全部遣散，那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工人都拿不到稳岗补贴了，因为你没干到2月13号嘛，因为原本的所谓的稳岗补贴到2月13号才能拿到嘛。那么这是其一。第二个呢，工人们发现不但拿不到所有的稳岗补贴了，他们甚至连工资都拿不到了，因为爱生司公司的这个工资呢是这个月的工资下个月发，但是现在你要把工人都遣散了，那遣散的时候你总该把公司结清吧？的爱生司跟工人讲，你们的工资下个月才能发，那工人就不放心了，因为这些工人说实在的，并没有跟爱生司这个公司啊之间有存在的劳务合同。他们都是被形形色色的劳务派遣公司招进来，派到爱生司公司的。也就是说，爱生司公司跟他之间是没有合同关系的。那他们如果是回家了，回家之后，如果爱生司不给他发工资，他们有什么办法维权呢？实际上，这个工人们是非常担心，他们是拿不到剩下的报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觉得自己完全被工厂给耍了嘛。于是呢，这工人在现场没有解散，然后就互相之间就开始抱怨。于是呢，从6点半宣布完了之后，他们聚集在一起，情绪就开始传染。7点半左右的时候，这工人呢就在厂区里开始找这个工厂里的负责人。这工厂里的负责人还包括一些中介公司的人呢，对这个工人的态度就不是特别好。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想要工资，你们去找那个派遣公司去，你不用找我们工厂来。我们工厂跟你们工人之间没有劳务合同关系。但是工人不这么理解呀，最终的钱不是你们工厂发的吗？所以双方在这种情况下，情绪就越来越激烈。这工人呢，最终在8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就聚集在工厂的那个办公楼呢。8点钟左右的时候，那个警察也来了。警察来了之后，工人就跟警察讲啊，自己工厂在这个辛苦的工作之后拿不到钱。说句心里话，警察对这现场的工人还是挺同情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现场的工人的数量非常巨大，一开始只来了几个警察，对这个工人之间也没有什么约束力，只是在跟这个工人说，哎，你们不用担心，你们这个血汗钱还是会拿到的。工人不听啊，所以在8点半左右，工人就冲进了爱生司公司的办公楼里面。冲进去之后，就开始砸一些办公设备啊，情绪在酝酿。到9点半左右的时候，这工人就开始冲进他们的厂区那个车间里面，然后呢就开始车间里开始砸，箱子啊从那个都开始扔出来，大家可以看这视频啊。9点半还开始拦车，因为那个大卡车还从厂区里开始拿出一些这样的这个产品往外运嘛，这个过程中间嘛。这个时候，这警察就陆陆续续开始赶到现场来增援呢。工人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也抓到了工厂的一些管理者，抓到之后呢，开始打这些人。你想想，说实在的，几个月所积攒的这种不满，在这一刻都爆发了。很多这个工人在
邮件里给我讲啊，平时啊，这工厂里的管理者对这个工人实际上是非常苛刻的。我刚才不是讲到这个返费制度吗？为什么这些企业通通要把这个工人呢的工资分为基本工资和返费呢？说句心里话，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便于管理。因为你要是不听话，旷工一天，返费就没有了嘛。上厕所，爱生司公司规定不能超过10分钟，然后那个车间里头有一系列的规定，这中间的任何一条规定，你如果违反了，要么是罚钱，要么就扣掉你的返费。然后你一旦被开除了，那么你也就什么都拿不到了。所以工人说实在的，平时对这些管理者意见是很大的，但是呢，平时为了要拿到那个返费呢，他们敢怒而不敢言。但是这个时刻也无所谓了，连工资都拿不到的情况下，他们再看到那些企业的管理者，他再也不怕了，对不对？然后就开始上去打这些人，甚至当时还有一些黑中介。这些中介公司平时对这些工人也不是特别好啊，瞧不上他们呀。这工人也把他们揪在一起打，应该说打得还挺重的。所以警察到了现场之后呢，就去赶紧去保护那些人。然后这个时候呢，区里头有一些领导也来了之后，一开始这个区领导啊跟工人之间也没有说太好的话，所以后来这个工人就把这区里的领导围在一起。警察到现场之后呢，就把这区里的领导给保护起来了。所以现场的气氛还是比较紧张的。到了中午的时候啊，很多这个工人呢，就从厂区里出去，走到大街上。他们是想去区政府，但其实区政府离他们那地方很远，离工厂10几公里呀，其实也走不过去啊。但是在大街上一走，就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所谓的上街游行的这种场面。于是呢，这个时候啊，区里的领导就到现场跟工人之间进行沟通。据说啊，这个区里领导啊，当时在现场就跟工人许诺，说第一，小时费用按照每小时45块钱来结算。这个为什么要45块钱呢？意思就是绕过这个中介公司，因为爱生司公司啊，平时跟这个中介公司结算的费用啊是47块钱1小时，工人只拿到20块钱1小时。那你想想，这中间还有一半的费用都被这个所谓的中介公司拿走了吗？所以这个区领导说，就直接绕过这个中介公司给工人发这些钱，你们可以拿到40块钱、45块钱1小时，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每个人稳岗补贴要给你发到2月13号3000块钱。第三，每个工人还可以拿到3000块钱的遣散费，也就是一共加起来6000块钱。那这个数额呢，应该说工人还挺满意的，所以陆陆续续这工人有人就回到了厂区。然后就根据不同的中介公司，大家开始登记呀，开始处理。但这个时候出了问题了，就是有些中介公司执行的是按照这个给工人发6000块钱的这个总费用啊，有些中介公司呢就没有执行，甚至有些中介公司因为自己的可能规模还比较大吧，不愿意按照当时这个区政府领导跟工人之间沟通的这个结果来执行，就给的钱比较少。那工人就不干了，因为有的同样是生产线的工人，有的人拿的是6000块钱的，有的人可能只能拿了2000块钱，所以这些人又觉得自己被骗了，他们就要求同工同酬。所以下午的时候呢，又冲到街上去了，开始游行去了。结果这个时候市里领导就来了，市里领导来之后，跟工人之间谈的条件跟区领导谈的又不一样了。好像是跟区领导那个上中午谈的那个条件比起来呢，还不如那个条件了，所以这工人呢就非常不满，就觉得政府也是出尔反尔嘛。明明中午当时答应的条件，到下午的时候呢又不兑现了，所以工人呢就退回到厂区。这个时候呢，警察呢就来到了现场，就越来越多。到晚上的时候啊，8、9点钟，有警察就往这个工厂里去冲，跟工人就形成了非常激烈的冲突。现场群众请注意，你们现在的行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是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请你们在10分钟内停止违法活动，撤掉标语，自行解散，立即撤离现场。对于不听民警劝阻、拒不撤离现场者，公安机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强行驱散，并对首要分子依法予以拘留。
们抓着，来嘛，来抓嘛，来嘛，来好怕嘛。员工拿起手嘛，员工拿起手是以后。远远的这边逃。但是你别说，这爱生司这个公司里头这些工人们呢，还比较齐心，跟警察打的时候啊，没有露出一点这种怯场的状态啊，所以完全不落下风啊。虽然警察当时用人墙的战术冲进去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工人之间在跟警察斗的时候，那个整个场面啊，其实不亚于当时在富士康厂区里头工人跟警察之间打那个冲突的场面。所以后来到晚上的时候，这个政府呢就强行把他们认为的方案那个钱就打到了工人的卡里面，有的是用微信转账的，有的人就直接打到了银行卡。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工人呢有一些啊认为拿到钱了就撤了，而有一些认为自己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的呢，就还在现场坚持。只有用抗原盒子烧火了，哎呀，太冷了。凌晨5点，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没有睡觉。那么一直坚持，1月7号的晚上坚持到7月8号的早晨。你看晚上的时候，还有人用那个试剂盒点火取暖。在整个这个冲突的过程中间啊，受伤的人数不少，好像是政府部门的人呢被打伤了好几个，包括这工厂里的管理者，也包括中介公司的人，警察也抓了一些少数挑头的人呢。那毕竟整个这个场面在8号的时候基本就算是散了。怎么看这件事情啊？不好意思啊，各位啊，我这个刚回来之后呢，我这个嗓子就出问题了。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得了新冠啊，我明天去查一下去。嗓子特别痒，而且有沙哑感，所以大家听的时候这个多担待啊。万一我要是真的是感染新冠了，我可能还得再休息几天啊。咱们接着聊啊，就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我个人觉得这么几点啊。第一啊，劳务派遣制度啊，说实在的，是万恶之源。我自己在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啊，其实也完全了解这个劳务派遣制度，因为我们刚进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劳动合同的。后来开始有劳动合同呢，也不是跟中央电视台签的，是跟中式惠财公司签的。这个惠财公司就是一个劳务派遣合同。这劳务派遣公司说白了就是规避劳动法的一个所谓的企业。因为企业呢，如果直接跟你签劳务合同，签第3次的时候就得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了嘛。所以很多企业不愿意啊，尤其是和那种季节性比较强的企业，像富士康啊，它每一个不同的生产季节对生产线上的工人需求不一样，所以他不愿意跟工人签长期合同，所以他们都会从劳务派遣公司去雇工人过来。但是劳务派遣公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由于工人跟生产企业之间没有劳动合同，一旦他们发生纠纷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的权益是很难得到保障的。我自己离开中央电视台之后，后来我在日本，我要办这个一些事情啊，想在中央电视台开一个就职证明，开不到，不给开。虽然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将近20年啊，但是中央电视台认为说你是中式惠财公司的，不是我中央电视台的员工，是吧？但是后来我们去中式惠财去开，中式惠财也不给开，是吧？所以这个劳务派遣公司说白了就是剥夺普通劳动者啊劳动法赋予他权利的这么一个机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冲突？说白了就是劳务派遣公司在这个过程中间扮演的角色，它不是保护工人的权利的，其实就是为了让企业啊，其实可以不太顾及劳工的基本权益的，这么形成的这么一个组织。第二个方面，企业在面对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个人觉得缩小生产规模，包括裁员啊，都可以理解。但问题是，裁员的时候，你应该保证员工的最基本的权利，比如说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你要解散员工，你需要给补偿金，这补偿金最少要1个月，有的时候还会更多一些啊。但是重庆爱生司公司呢，就不给这些员工1分钱，
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天啊，在网上有一个词很流行，叫人矿。所谓人矿，指的就是这个社会啊，把这个普通的劳动者啊，他仅仅当作是一个资源，矿产资源，而不把它当作最基本的人。其实重庆这件事情啊，很好的诠释了人矿这个词。我也知道，在中国经营企业不太容易啊，尤其是面对政府采购的时候。现在这个核酸市场的价格啊，据说在国内啊只有2块多钱，这企业生产也亏本嘛，所以他们要裁员。但是呢，这些面对政府是弱势的企业，在面对这些劳工的时候，你看到了吗？立刻变得穷凶极恶。但是反过来啊，当这些人矿啊，一旦有一天觉醒，或者说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团结起来，也不会对这个企业，包括企业的管理者，甚至这个社会表现出一丝丝的温情。所以他们才会大砸机器啊，去焚烧那些试剂盒啊。这就是一种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嘛。这也是中国社会非常危险的一点啊。这是第二。第三，出现类似事件的时候，你去看到政府部门呢总是会积极介入。一方面呢，他会镇压这些挑头闹事的工人，他出于维稳的需要嘛。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给企业一些适当的压力，要求企业给工人一些补偿，基本上一手软一手硬。那么政府为什么愿意积极介入这种事情啊？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真的背景，其实这家企业呢本身也就是政府采购的对象，有核酸生产企业嘛，都是卖给政府的，政府拿去做核酸的嘛。但不管怎么说啊，你就可以看到了，就是政府在企业和工人在发生纠纷的时候，他总是扮演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角色。那这里的问题就来了啊，就是说这些工人如果不是通过这种团结起来打砸闹事的方式，他能维权吗？我觉得肯定是做不到，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他就是应该拿到遣散费。但假如说他们不闹事的话，他们去找政府投诉，政府会管吗？我觉得不会管。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中国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往往也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循环。你如果遵循正常的途径，你其实想维护自己的权利是做不到的。你只有铤而走险，聚集在一起，形成闹事儿，政府害怕了的时候，他才会压迫企业，最后去让步。这原本就是应该他们正常享受的这个权利啊，在正常的途径却享受不到。但是你想想，通过这种近乎破坏式的方式来维权啊，它的后果是什么？一方面，它肯定是维护破坏社会稳定啊；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要认为每一次啊，这些工人崛起之后啊，这个聚集在一起之后啊，就仅仅会满足于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这样的运动有可能会失控啊！一旦失控之后啊，那其实破坏的可就不仅仅是这家企业了。所以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巨大的风险。说到底啊，还是把普通人是不是当人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府啊，一个社会啊，把这个底层的劳动者当做一个人来尊重，法律也给他们足够的保障，那么其实这些人呢，即便是收入不高，在社会底层，他也会对这个社会啊怀有一丝温情。但假如说啊，他们平时就是生产线上的一支矿产资源，那么终有一天，他们如果要是官逼民反受不了的时候啊，那承担整个代价的就是我们全社会。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工资问题你必须要落实了噻，这大家。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那个桌子踩到了，我操！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